放人。哎，魏总，薛律师辛苦了，职责所在。哎，警察董事长，辛苦了。坐。你需要等一下了。你有完没完啊？警察同志，我已经很配合你们工作了，有什么事情跟我的律师谈。哎，干什么？哎，你们干什么？我要告你们！哎，这2个案子看来都不是很顺利啊。如果把2个案件合并在一起，会不会就顺了？刚才听小陈分析的时候，我突然想到，妙涵，这些都是罪证。所以你是说魏晋给孙妙涵的那个手链，姚信有同款？对，虽然可能是撞款，但是你们刚才说可疑对象有可能在环市，而魏晋又很有可能是个性侵惯犯，而且我记得姚鑫在出事之前是经常跟着魏晋出去应酬的，可魏晋这段时间看起来一点也不伤心的样子，我总感觉哪里怪怪的。当然了，这只是我开的脑洞，可能不够严谨。我们办案就是大胆假设，小心求证。我觉得可以按照这个线索继续追追看。可是这个矛盾点说不通嘛。你们想，即使魏晋，他就是一个性侵惯犯，可是性侵跟杀人这是2件事情。一个性侵惯犯在进行杀人之后，能把现场处理得这么干净吗？如果说凶手并不具备杀人的犯罪经验，只是刚好有戴手套的习惯，戴手套的习惯是吧？这也是一种可能。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凶器上只有姚鑫和周俊的指纹，却没有第3个人的指纹。昨天晚上我去物业调取了电梯的监控，3月的天儿，魏晋他还戴了一副皮手套。没错，一个巧合可能是巧合，多个巧合就不能是巧合了。我马上联系警方，看能不能赶在今晚之内把这事情核实。辛苦。我要告你们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魏晋，你涉嫌故意杀人，现在我们依法对你进行刑事拘留。魏晋已经认罪，周俊涉嫌故意杀人的嫌疑已经洗清。这段时间大家辛苦。为正义而战，不辛苦。太好了，我们这算是打了一场非常漂亮的仗。现在一上网，志坤就挨夸。哎，只有我一个人还在回味那天宋哥跟阮姐无敌默契的超神推理吗？警方本来就已经往这个方向上调查了，锁定魏晋那是迟早的事。我们只是作为知情人提供了一些线索，帮忙加快了进程。你这有点谦虚了，啊！你这一个加快，让周俊跟孙妙涵还有受害者家属来说，这减少了多少的心理压力啊！对啊，太谦虚了，徐律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魏晋能这么快认罪，警方是掌握了什么关键证据吗？警方复原了魏晋从案发现场带走销毁的一支录音笔里的录音，录音记录了案发过程，还有姚鑫生前给父母录的一段话。爸妈，当你们听到这段录音的时候，我可能又让你们失望了。从小到大，每逢大考，我总是心态失衡，让你们一次又一次失望。这次我努力很久，终于进了环市，本以为柳暗花明，终于能做出成绩让你们为我骄傲，却没想到。魏总好，我是新来的策划姚鑫。
说说看，你为什么应聘这个岗位？想多学习，多进步，多赚钱。你倒是挺诚实的。正好，我这儿有个项目，你过来看一看，考考你对内容的敏锐度怎么样？来呀，过来看看。啊。你看啊，咱们这一行啊，最重要的就是内容。你看懂了内容，也就看懂了咱们这个行业的规则。魏总，这是您要的文件。这文件不对吧？这文件您之前批示过，没错的。你自己看看，来看看呀。你好好看。这个文件现在没什么问题了。但是你要走出这扇门，它有没有问题就不一定了。我手头有个新项目，你做负责人怎么样？你长得漂亮，工作能力又强，总不能一辈子干策划吧？听我的话，我不会亏待你的，啊？我就这样在挣扎中屈服了。可是我的屈服，并没有换来他兑现承诺，只换来他无穷无尽的危险。爸，我手里有他侵犯我的证据，我决定找他谈判。他要是给不了承诺我的东西，我就报警。如果这段录音公开了，就证明我谈判失败了。但或许说出这一切的我，会获得新生。案发当天，姚鑫与周俊分开之后，姚鑫下定决心去找魏晋，用魏晋私下给他的一部魏实名手机联系了他。哎，妈妈，阿玉啊，案子破了。那周俊这孩子，因为挟持你爸那事儿还出不来。你爸跟我商量了，想着要不要给他出个谅解解书，看看能不能争取给他减点刑。应该是有机会争取的。这件事儿我会跟张姐说的。你说这俩孩子吧。对了，姚鑫这孩子，你去看过他没啊？嗯，我跟怀颂前2天去过墓园了。哎，希望在那个世界，一切罪恶都被光明扫除，你能被善意包围，安宁、自由。